10岁那年，我跑到学校后山活吞了一条黑曼巴蛇，他们都以为我脑子有病，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可殊不知，全球畸变即将来临，70%的生物都将变成吃人的怪物，而前世这条黑曼巴则会畸变成一条恐怖的黑龙。此刻重生回畸变前3个小时，我冲出教室就直奔后山而去，想尽快的找到那条恐怖无比的黑龙。它在上一世几乎横扫人类的超武战士，而超武战士则是没有畸变的生物，都有概率觉醒铠甲之力。前世的我并没有觉醒超武，苦苦挣扎8年后，终被一头畸变生物咬掉了脑袋。重生归来的我只能另辟蹊径，来到学校后山，我就开始奔跑巡视着，终于在一个灌木丛中发现了它。此刻的黑曼巴正盘在树荫下小憩。黑曼巴毒性很强，不能被咬到，否则不等畸变来临我就得凉，同样也不能弄死，因为我要在全球畸变的前一刻将其活吞下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畸变来临的时候得到这条黑曼巴的基因与它一同畸变进化。就在我考虑该如何活捉的时候，突然一只狸花猫窜了出来。狸花猫似乎是发现了那条黑曼巴，顿时猫眼一亮，贼兮兮的摸了过去。黑曼巴也是发现了敌人般，嗖的一下窜出去撕咬向狸花猫，可狸花猫的反应更快，后退闪开的同时，黑猫爪把它拍飞出去。一猫一蛇就这样缠斗在一起，没多久黑曼巴便被虐得奄奄一息。就当狸花猫上前准备大快朵颐时，我忽然冲出，大吼一声吓退了狸花猫，接着便快步上前捏住了黑曼巴的脑袋，随后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还有最后20秒。看着天空颜色开始变亮，我知道畸变开始进入倒计时了。当下毫不犹豫张开大口吞蛇，随着将之吞入腹中，我能清晰地感应到黑曼巴开始在我的肠胃里疯狂挣扎。我强忍这种不适，一口又一口地将之吞下。也就在这一瞬，一道绚烂极光悄无声息地横扫。同样在这一刹，我体内一声巨响，还在挣扎中的黑曼巴像是一条火蛇一般在我的体内燃烧，持续几秒之后，我双目充血，猛地仰天发出一道长啸，紧接着浑身冒出一片片黑色龙鳞，满头黑发也在这一瞬变白。不知过去多久，我的脊椎处长出了2条黑龙，头上也长出了龙角和浑身的黑色龙鳞，满口牙齿也变得非常锋利，甚至长出了2根龙牙。当龙牙长出来之后，头上的龙角便开始融入到脑袋里，紧接着背上的2条狰狞黑龙同样也融入到了脊梁骨。数秒之后，我的身上便浮现出了一道黑龙纹身，感受着体内强横无解的力量，同时消化着脑海中的传承记忆。此刻的我白发如雪，双瞳变成血色，眉心处多出一道黑龙纹，2颗龙牙在我的控制下变回了普通的牙齿。主人，忽然我脑海中传出一道略微稚嫩的声音，我闻声微微一愣，主人，我就是你吞噬的黑曼巴。稚嫩的声音满是复杂道，主人您居然是重生者，原来我那么厉害，难怪你会铤而走险来吞噬我。同时我背后的双龙长了出来，狰狞的龙头伸至我身前，无辜的说道。我闻言有些惊讶，你能看我的记忆？看着他，我惊讶的发现，虽然这2条黑龙有自己的想法，但却如我身体的一部分，随时能夺过控制权。实在抱歉吃了你，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没关系的主人，现在的我们定能比前世更为强大。黑曼巴的声音很稚嫩，以后你就叫小妖，这一世的霸主非我们莫属。我摸了摸小妖的龙头，很是欣慰的说。忽然传来一声咆哮，我抬头看去，只见早先狂虐黑曼巴的狸花猫，现在已经畸变成一头长着翅膀的巨型怪物。主人弄死它！小妖一声咆哮，愤恨地盯着那头猫怪，但猫怪此刻却是先一步朝我扑杀而来。找死！我目中闪过一抹阴狠，一脚踏到地面，双手化作坚不可摧的锋利龙爪，眨眼便出现在猫怪近前，一个照面就活生生将之撕成2半。太强了！我收起龙爪，小妖吃了它。不用我说，小妖主导的双龙已经出现在尸体前，张开血盆大口躲移起来。随着小妖吞吃猫怪的血肉，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体内一股股热流升腾，龙细胞前所未有的活跃。果然我无法吐纳阳光修炼，必须吞噬强大的血肉。感受着体内的变化，我暗暗地想到，超武者觉醒之后便可吸纳恒星之光修炼，我并不属于超武战士，所以在阳光下没有什么感受。不多时，小妖吃完道，主人，我们去杀人。前世学校里不是有一个把你当畜生的蚂蚱吗？我们现在就去杀了他。我露出一抹阴狠笑容，正有此意，你先回到我体内。畸变的过程是需要2到3个小时的，所以现在的地球还算平静。此刻的我站在学校门口，不多时就看到了此次猎杀的目标，一位身穿白色西装的英俊男子，身边簇拥着数位纨绔富二代。林书云。见到这个人，我便不由得想起前世，这些富二代为了逃命，将自己赶出去吸引怪物，害我丢掉了3根手指，险些横死。我脸上露出一抹残忍，快步迎着他们走去。你是谁？好狗不挡道。一位纨绔富二代见我走过来，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冷冷的呵斥道：非主流。林书云看了一眼我，讥讽道：滚一边去。我没有说话，一步来到他面前，在后者愣神之际，左手捏住他脖子，右手则扑哧一声卸下他的整条左臂，伴随着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响起，滚烫的鲜血溅满一地。卧槽！林书云身后的3个富二代纨绔见状，顿时吓得脸色苍白，瘫坐在地。救我！快叫救护车呀！林书云脸色惨白，本能的大吼一声，然后昏死过去。接着我又卸下了林书云另一只手臂，刺骨的疼痛把他从昏死中惊醒。你可知道我爷爷是谁？你敢如此对我？绝望惶恐的林书云双目充血，声嘶力竭的惨叫道。我随手将林书云丢地上，不管你是谁，今日必废你4肢。我一脚踩碎了林书云的一只膝盖。住手！就在我要把林书云另一只膝盖也踩碎时，学校的2个保安手持电棍冲了过来。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吗？我一身恐怖的戾气爆发，阴冷的目光猛地盯向2个保安，2位保安被我一个眼神吓得浑身冰冷，冲过来的脚步硬生生停了下来。就在他们停顿的这一瞬，我抬脚踩落，林书云沙哑的惨叫一声，接着2眼一翻，彻底昏死过去。真爽！这种手刃仇人的快感让我露出一抹变态的笑容。拿下他！一个保安狠狠一咬牙，挥舞着电棍冲上来。你反正就要死了，早死2个小时也是死。我脸上闪过一抹狠厉，一拳轰在他的胸膛上，瞬间保安整个人如同断线风筝一般，飞出10多米后倒地身亡。杀人了！围观的学生见到这一幕，纷纷惊恐的不断后退。我则无视这些人，一脚踩碎了林书云的脖子，亲手杀掉前世仇人。我感觉一身轻松，在众人的惊恐中，
风我转身离开。随着时间推移，陆续已有畸变怪物出现，城市中随处可见人们恐慌绝望的声音，时而可见一头头狰狞的怪物嘶吼着追杀人类。有些正在逃命的人忽然口吐白沫，然后整个脑袋裂开，长出一个血盆大口，狰狞无比。更有一些树木瞬间枯萎凋零，然后长出一条条带着眼睛的狰狞触须，遇到路过的人类直接缠住吞噬。很快到了晚上8点，夜幕中双月同空，一轮皎洁皓月，一轮灰色大月，而人类也开始觉醒铠甲力量。主人，我们去哪？去收服一个地下帮会。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我要收服的那个帮会有6、7位超武战士。我走在街道上还未见到任何一位超武战士，因为他们觉醒的要比畸变怪物晚几个小时。此时我一刀砍死一只畸变流浪狗后，身后的双龙立刻上去大快朵颐。随着小药吞吃畸变怪物的尸体，我惊讶地发现有些饿的肚子居然逐渐的饱满，那岂不是说世界的畸变怪物都能成为我的食物？我露出意外的惊喜之色。不过虽然肚子饿意消失，但依旧会口渴。我直接走到了旁边的超市，取出一瓶矿泉水喝完，可丝毫不解渴。接连喝下20多瓶后，我才感受到几分满足。也就在我思考之际，躲在墙角的收银员突然放声大笑。我觉醒了强大的超武铠甲，他兴奋地看着掌心中的9角星纹深蓝铠甲附体，眨眼间遮盖他全身。你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给我跪下来受死！超武铠甲附体的男子目光冷冷地直视我，我玩味地露出一抹残忍之色。区区一个刚觉醒的超武战士也敢来挑衅我？话落背后的双龙长啸一声，咬在铠甲男子脖子上，瞬间铠甲男子手中的光剑崩裂，整个脑袋已与身体分家。我则是冷笑一声，转身离开。另一边，云城最大的地下帮会内，一位身穿土黄色铠甲的魁梧壮汉，肩膀上扛着一个身材曼妙的女人回来。老二可以啊，居然把楚北玄的女儿绑来了。正在喝酒的光头露出一抹邪笑，像楚北玄那厮压榨了我们这么多年，是该给他一些教训了。要不老大你直接跟着小妞成婚，然后把你们洞房的视频发给楚北玄，哈哈哈！在场3位同样觉醒了超武狂徒都兴奋地大笑着，你们真当我好欺负？就在这时，被扛回来的楚梦溪醒来，冰雪铠甲附体，瞬间他身上便覆盖了一套银白色的冰雪铠甲。黑龙帮老二见状大吃一惊。就在这时，大门外跑入一个黑龙帮小弟，满脸惊恐地说道：“不好了，老大，外面有个人形怪物杀进来了！”3帮主被他一击秒杀。就在这小弟前脚刚进来，大门外一个浑身是血的刀疤男，犹如炮弹一般被人从外面丢进来。谁？黑龙帮主脸色一变，一套黑虎铠甲瞬间遮蔽全身。与此同时，在场的小弟也纷纷催动附体铠甲，目光死死地盯着大门，而我却像没看见这些超武战士一样，大步走到饮水机前，直接抱起装水桶，仰头狂吞。喝足后才转身朝着在场的超武战士勾了勾手指，一起上吧，输了只需当我的仆从。黑龙帮老大沉声说道：“你是人还是怪物？”是你。楚梦溪认出了我。今天傍晚在校门口，他亲眼目睹我杀了林淑云，打死了一位保安，跟这个怪物说这么多废话做甚？干掉他！4帮主大喝一声，提着铠甲光刀冲杀过来。见状，我只是抬脚一轮，4帮主的铠甲瞬间炸开，随后如一颗炮弹般倒飞出去，狠狠地撞在墙壁上，气绝身亡。死了，抱歉，力没控制好。接着我目光看向其他人道：“你们呢？想不想也体验一下我的力量？”在场的所有人都充满忌惮地看着我，你到底想干什么？黑龙帮主声音有些颤抖，能这么轻松秒杀他4弟，他们加起来恐怕也不是对手。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当我的仆从。我慵懒伸了个腰，淡淡的说道：“我的耐心有限，1分钟内做出决定，有什么好处？”黑龙帮赵虎低声的说道。我径直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淡淡说道：“成为我的仆从，从此以后由我罩着，而你们只需要为我负责收集纯净水。”好，我黑龙帮愿意为您效劳。赵虎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带着老五老六朝我深深鞠躬道：“很好，你呢？”我目光落到楚梦溪身上，我是被他们绑来此处的，并不是他们黑龙帮成员。我瞥了他一眼，冷冷说道：“无论你是谁，既然身在这里，而且还是超武战士，只有成为我的仆从。”楚梦溪一阵苦涩，他丝毫不怀疑，要是拒绝下场会有多惨。你是吗？我微微抬头，阴冷地看着他。愿意。楚梦溪无奈地吐出2个字：很好。如果你们敢跑路，我保证天涯海角也会找到你们，然后生吞活剥。紧接着，背后的双龙发出一声凶残的咆哮。楚梦溪当即表态：不敢，主人，我现在想要回趟家，恳请允许。他不放心家人，现在觉醒超武，想要回去看看。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据点，只要你们能收集足够多的纯净水，我不会干预你们自由。而你们若是遇到危险，可以随时联系我。有能力的话，可以多拉一些超武战士进来。是主人，那我先回家去了。楚梦溪说着，头也不回地离开。主人，我感觉他会一去不复返。楚梦溪走后，赵虎上前说道：“想死的人是拦不住。”我站起身来，淡淡的说道。此时小药突然出声道：“主人，我们是不是该去动物园杀那只猴王了？过段时间那只猴王可就要进阶了。”另一边，原本前世猴王所在的动物园已然变成了一座攻守兼备的堡垒。此刻堡垒内一个女人正一脸严肃地坐着，得尽快找到前世那条黑龙灭杀掉，否则等她成长起来后患无穷。同一时间，军方解决了内部的畸变者之后，也开始大规模地展开救援行动。可面对随处可见的畸变怪物，即使是超武者也会感到棘手。如果遇到真种级棘兽，甚至可能会丧命。畸变怪物当中也有级别之分，有普通、货种、真种、异种、邪种、灾祸。普通的畸变怪物枪械就能射杀，货种也能勉强对付，真种已经初具智慧，能指挥普通畸变生物。异种在畸变生物中可以说是领主一般的存在，邪种级别相当于畸变生物中的王者，而最后灾祸级别的生物便是黑曼巴这种级别，这是真正的霸主，没有天敌的存在。一旦有灾级畸变生物出现，对于人类而言都是一场灭绝性的灾难。在前世就有一座100万幸存者避难所被一头灾祸级畸变生物毁灭，人类的超武战士不知死伤多少才勉强将之击退。灾祸级中也有强弱之分，而我融合的黑龙堪称灾祸级的绝对霸主，是真正没有天敌的存在。此刻，星神集团大厦10多位超武战士正在清理着四周不断冲击而来的怪物，其中为首的那位超武战士是饕餮铠甲，手持一杆沉重的大刀在怪物群中横扫，几乎没有畸变怪物能挡下他一击。董事长，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怪物
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杀不光。一位身穿火焰铠甲的女子杀到饕餮铠甲男子身边道：“兄弟们的体力已经有些不支，还是先退回地下避难所吧。梦溪爸爸只能等你到现在了。”饕餮铠甲男子无奈一叹。就在饕餮铠甲男子准备开口下达撤退命令时，黑夜中忽然杀出一位身穿冰雪铠甲的女子，她手持一把冰雪之弓，艰难地杀出重围。楚梦溪体力有些虚脱了，哈哈好，梦溪你居然成为了超武战士，撤退！饕餮铠甲男子见状立即下达撤退的命令。当众人进入电梯内，才松了一口气，散去铠甲。妈妈还有妹妹现在还好吗？楚梦溪见到爸爸无恙，而且还觉醒了强大的超武铠甲，顿时大喜，都在地下避难所内。楚北玄微微松一口气，他是星神集团董事长，更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商业大亨，所有富豪都惜命，所以他也提早为自己建立了避难所，容纳数千人不是问题。苏木，你去整理一下避难所的物资，看看够我们100多号人吃多长时间。身穿火焰铠甲的女子听后点头离去。梦溪，走，我带你去见你妈妈和妹妹。楚北玄带着女儿向避难所深处走去。爸，我不能在这里住太久。楚梦溪将遇到的是简洁的到处，居然有这等人物，但既然回来了，无需再理会。楚北玄深邃的双眸内露出一抹杀意，此人心狠手辣，我若是不回去的话，怕是要给这里带来麻烦。别多想，这件事交给爸来解决。胆敢让我楚北玄的女儿当仆从，他该死！地下拳击场内，赵虎搬来一桶矿泉水道：“主人，我感觉我们不能在城市中待太久，食物终究有吃完的一天，但末世却不会因此消失。我知道西郊外有一座军事基地，我们先抢一些种子，然后去攻打那个军事基地吧。为什么要离开？”我身后的左黑龙卷起水桶到嘴边，咕噜咕噜的大口喝起来。离开不好吗？赵虎迟疑道。即便生物死后，大地吸收了其血液，将会长出一种只要你们服用便可提升超文的果实。我起身淡淡说道：“这种果实很重要，并且只会存在12个小时，时间一旦过去，它们就会变成一种级别的畸变怪物。原来我们的超文还能够进化，那还真不能走。”赵虎闻言心中大动，这也是我们要争夺的资源之一啊！那是自然，水源记得动员所有人寻找，到时候我会给你们抢到足够多的果实。话落，我起身冷笑一声，我也该去吞噬畸变生物进化，你们也去抢物资吧。如果那个女人明天不回来，就该死了。黑暗的城市中，随着我所过之处，普通真种级别都绕道而行，只有一种级的畸变生物才敢对我发动攻击。前往云城最大的动物园途中，我在一所高中外接连斩杀3头一种级别怪物，那也是怪物吗？怎么会这么厉害？刚才他来的时候，其余的怪物都疯跑着离开，这家伙怕是更为恐怖的畸变生物。学校内躲藏起来的超武者，亲眼目睹我斩杀3头一种生物后，都惊骇无比。在双龙吞噬地上的3头一种生物期间，我的目光看向这所高中里面，前世我依稀记得，这所高中有几位很不凡的超武者，尤其是一位叫姬商的存在，觉醒的超武铠甲非常的厉害。姬商出来吧！我声音提高了几分，朝着学校里大喊。拉拢一些强大的超武者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虽然我很强，但后期海洋中有很多尊生物，单对单黑龙无惧，可被围攻的话也只能狼狈而逃。此外，我也不知道自己与小妖融合之后的潜力到底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因此能拉拢一些强大的超武者自然是再好不过。哥，他在喊你啊！门厅里面躲着3人，为首的一位身上穿着一套修罗铠甲，其余2位一位黑鸦铠甲，一位身穿火鸟铠甲。这3人也是这所高中最强的。他认识我。姬商望着校门外那位白发男子，一时有些迟疑，都一口喊你的名字了，能不认识吗？这么看来，他应该不是真正的畸变怪物。你们在这等着我去会一会他。话落便走了出去，看着那位被生双龙的男子，高声问道：“你认识我？听说过？”我微微一笑，带着你们学校的超武者追随我如何？你不是超武者，为何这么强大？姬商没有第一时间给我答复，而是反问：“以血肉之躯干掉3头能虐杀自己的畸变怪物，在他看来实在太离谱了。”我淡笑道：“你觉醒的修罗超武其实也很强，不过才1星而已。这3头一种生物都已经是2阶了，按照阶级来算的话，我现在应该也是2阶。不过等我吞掉那只血种级猴王，必定能晋升3阶。你知道的似乎很多，我可以跟你，但学校里有38位学生，21位觉醒者，外面那么多怪物，你打算怎么做？在学校里有吃有喝，需要做什么？我没让你们离开，你们就生活在这里，有难我会帮你，前提是你们都要听我的。好，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该如何提升超武星级？我没有卖关子，直接说出有2个途径：一是等白天吸收阳光，这不用我说，明天你也会知道；二是服用鸡果，所有畸变生物死后，大地会吸收他们的血液，待到阳光照耀大地，便会生长出畸变树，其上的鸡果只要你们服用，便可提升超武星级。我要去一趟云城最大的动物园，等我回来，明天带你们去采摘鸡果。话落，我没有停留，直奔动物园。去晚了，那猴王晋升3阶就棘手了。主人，我们自己都能过得很好，为什么要麻烦的收那么多人？小妖很不理解的声音响起：你前世就是因为太过孤傲，看不起所有生灵，最后导致被海洋中的5个霸主围攻，虽然杀了2个，但差点丢掉性命才逃脱。而姬商觉醒的修罗超武属于圣阶，对应灾祸级别，人类未来的顶梁柱之一。虽然比不上前世的你，但也是一个帮手。突然，一只畸变怪物拦住了我的去路。这头畸变生物不算是怪物，而是一只白色狐狸，体型比水牛还大，长着9条尾巴，血种级。我望着不远处拦路的狐狸，斜似笑道：居然是你这只白狐！前世给人类的超武者造成的麻烦非常大，而且在末世中期，不知怎么进化成了灾祸级。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狐狸哪里跑，乖乖的当本王妃子，留你一条活路。只见一只高大的老鼠走了过来，居然是灾祸级鼠王。这家伙虽然是灾祸级中最弱的，但架不住他下统摄着几百上千万老鼠。不过现在他可没这么多小弟，不跑了。从黑暗中走出的鼠王直立，身边数百只畸变老鼠流着哈喇子把我与白狐围住。可鼠王看见我后立马就警惕了起来，因为他从我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血脉压制。黑龙大哥救我！我身前的白狐身上一阵光芒涌动后，居然化作了一位9尾女子。在他看来，我肯定是某进化成龙的同类。兄弟，劝你别多管闲事，这狐狸本王要定了。鼠王眯着眼睛看我，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走吧，不吞噬了你岂不是太可惜了？我舔了舔嘴唇，脸上露出一抹嗜血的笑容。这头鼠王是3阶，才2阶的我不得不拿出最强战斗姿态。小
的闷上。鼠王也不废话，招呼着几百只老鼠小弟打头阵。黑龙大哥，这些小老鼠交给我，你去干掉那只鼠王，以后跟你混。白虎口中长出獠牙，双手化作锋利爪子，迎上四周扑来的老鼠怪。黑龙王为一只狐狸，不至于这么拼吧？废话这么多，我手中太刀出鞘，猛地砍了上去，刀刃上附上暴力的黑龙之力。鼠王见状一声长啸，面子上不允许他这么丢脸的离开，瞬间跟我冲撞在一起。第一个回合，鼠王被轰退数米的同时，胸膛上被我留下2道深深的刀痕。鼠王大怒着挥舞着双爪再度冲向我，而我挥舞着手中的太刀连连砍在鼠王的身上，瞬间出现一道道的血痕。龙的力量代表着无敌，区区老鼠哪怕是灾祸级，此刻也被杀的只能招架无法反击。我背后的双龙也会时而突袭，咬下鼠王一块又一块肉。这家伙比我低一截，怎么会这么强？这就是龙吗？短短片刻交锋，便浑身是伤的鼠王心胆皆寒，大吼一声就要跑路。留下！我一声低喝，全力运转体内黑龙之力，1秒之间挥出5刀，顿时5道狂暴刀芒破空斩杀过去。噗一声，5刀瞬间斩过鼠王的胸膛。紧接着我背后双龙怒吼，撕咬着把鼠王吞进了肚子里。吞噬了鼠王之后，突破至3阶了。现在的我只觉一阵口渴。白虎解决完鼠群后向我走了过来，感谢黑龙大哥救命之恩，以后人家就跟着你了。那就走，随我去一个地方。说罢，转身便朝着动物园所在的方向快步奔去。在途中，白虎按耐不住问黑龙大哥，我们这是去哪？我感觉现在应该多多吞噬才对，吞一些小虾米提升不了什么。我知道一个猴子动物园里面至少有20-30只异种级，3只邪灵级，1只邪灵级顶级的畸变猴子。我们先去把它们吞噬了，这个晚上必须变强。可是黑龙大哥，那里已经变成一座大型避难所。你说什么？我听得此言，一时没反应过来。据他所知，那个猴子动物园不可能有人建设避难所才对，到底是什么情况？白虎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刚从那边过来，堡垒一般的避难所，高空上电网覆盖，围墙高达200米，我们根本进不去。我没有获得重生前的记忆，难道说有人与我一样重生回来了，而且还是一位财力雄浑之人？我倒要看看那是一座什么样的避难所，如果可以，能不能攻打下来据为己有？10分钟左右，果然前方原本是动物园的地方，此刻已经变成一座末世堡垒般的建筑，高达200米的厚重围墙，怕是连6-7阶畸变怪物也攻不进去。人类真的是厉害，这座避难所简直是鬼斧神工之作。白狐看着有些羡慕地说道：“到底是谁？”我微微皱眉，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忽然发现居然有网络了，显示的是卫星网络，这让他更为诧异。记得前世国家都瘫痪了，是在大半个月后才开启的卫星网络，难道是这座避难所的主人提前把畸变末世告知了国家？我懵逼地打开手机，搜索云城动物园避难所，有关视频立即跳出，这是2个月前的视频。恒宇集团董事长穆清雪不惜斥资100亿购买下了云城最大的猴子动物园，短短2个月内建造起了一座大型避难所。此女8-9不离十，也是重生者，而且比我早重生了2个月。但我并没有惧怕同为重生者的穆清雪，即使能重生回来，也改变不了自身的变化。前世穆清雪此人我听说过，他觉醒的是黄级超物，重生回来应该也是。唯一不同的是他建造了一座避难所，但我不相信他能有自己疯狂去吞其他强大的东西，即使他也吞了，那也不可能有自己厉害，因为前世的黑龙便是这颗星球的战力天花板，单挑无敌的存在。黑龙大哥，我们走吧，去吞噬变强。这所避难所我们不可能进得去。就在白狐话落，那座避难所厚重的铁门隆隆打开，随后100多位超武者蜂拥着从里面冲出，他们都非常的强大，一经冲出便对外面的畸变生物展开屠杀。这就是人类中的超武者吗？白狐看着那强横无比的100多号超武者，有些好奇地说道。我静静地看着，并没有说话。只见那批超武者清理完避难所外的怪物之后，纷纷地把怪物的尸体运回去。他们为什么要运回那些怪物的尸体？白狐看得一阵不解，我却明白得很。真正的笃定穆清雪是重生者，他们运回那些怪物尸体，无疑是想尝试能不能栽种出畸变树。有意思。我露出一抹邪笑道：走，吞噬变强，待黎明到来时，有更惨烈的厮杀等着我们。明日阳光照耀大地，将会有许许多多的畸变树生长而出，结出的畸变果，无论是对超武者还是对我们，可都是提升实力最大的资源。此时安静的避难所内，穆清雪在打着电话：林区长，我这里只能容纳1000多位幸存者，1万太勉强了，而且食物也不够，1000也好。据我所知，你手底下招了许多的超武者，能否派遣他们与国家军队联合救援？电话里的声音威严浑厚，自然没问题，我会派人帮你们的。穆清雪很豪爽的答应：行，那就先这样，有事随时联系。林区长说罢挂断通话。老板，我回来了。就在这时，别墅外快步走入一位身穿着朱雀铠甲的女子，此女正是前世人类最巅峰的一批强者之一。怎么样，找到那条黑龙了吗？穆清雪看向来者，轻声的询问道。身为重生者，对于那条黑龙的恐怖，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若是不能趁他弱小时解决掉，以后就无法解决了。朱红玉摇头：老板，我找遍了那所学校附近，都没看到有什么黑龙。回来时倒是听说国家军队一支预备队曾遇到过一位被生双黑龙的男子，不知道是不是那条黑龙变的，能化形了。穆清雪闻言一惊，这么快就吞噬到3阶了？据他所知，凡是邪灵级以上的畸变生物，到达3阶之后都能变成各种形态。畸变生物还能化形吗？朱红玉闻言一阵诧异。穆清雪一叹道：还是晚了，不愧是畸变末世中最强生物。突然，穆清雪的手机响了，林区长发来了一条视频道：穆老板，你可曾见过这2只畸变生物？穆清雪见状，点开视频观看，视频中的是一位白发血童，背后长着2条狰狞黑龙的男子，与一位长着9条狐狸尾巴的女子，正在屠杀着10位超武者，手段凶残狠辣，几乎是一击杀一人。穆清雪见状眉头微皱，他印象中的黑龙傲慢无比，绝不可能化作人类的样子。疑惑的他向林区长回道：那只狐狸肯定是畸变生物，但白发血童男子我不敢确定。血童白发男子是杀害我孙子的凶手，是在
极光横扫星兰大陆之后出现的。林区长语音回道：什么？极光刚出现不久，这个白发血统男子就出现了。穆清雪闻声惊讶地回道：下午5点半，他出现在校门口，虐杀了我孙子。穆老板，我想请你杀了他，无论他是怪物还是人，现在不可能杀得了他。去再多的超武者都是送死，再过几天看看吧。穆清雪回道：畸变生物可以通过吞噬升级，而他们超武者却需要吸收阳光修炼或者服用畸变果实。好，那就有劳了。云城的卫星会尽可能的追踪他，这样的异类的确该趁早除掉。回了这一句后，穆清雪继续观看视频，低声自语：那条黑龙进化的这么快吗？才半个小时便能3阶化形。穆清雪不相信有这种事，其中定有猫腻。另一边地下帮会内，我带着白狐快步而入。主人，眼见回来的人是谁？赵虎精神一振，上前打招呼。其他人见状也纷纷的跟上，打量我和他身后的白狐，同时恭恭敬敬的喊了一声主人。白狐看着这些人类中的超武者，心中产生莫大的怀疑，这位黑龙王怎么会跟人类走得那么近？这些人还个个都喊他主人。赵虎等人看着白狐，同样露出异色，越发怀疑他们主人的身份。难道真的是一条黑龙化形？我朝他们微微点头，然后目光落到不远处放在地上的纯净水上，过去便端起一桶，大口大口喝起来，足足喝下去3桶我才满足。众人见状都像是看怪物一般，在外面猎杀了几个小时，我现在是3阶后期了，白狐则在3阶中期。那个女人呢？还没回来。我放下塑料桶，发现虽然多了3位超武者，但却不见之前那个女的。赵虎上前回道：暂时还不见她回来，但我知道她是星神集团董事长楚北玄之女楚梦溪，给我尽可能的联系她。如果半个小时内不见她回来，我必杀了她。我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赵虎见状掏出手机，直接给楚北玄发去信息。赵虎刚发去消息没多久，楚北玄便回了3个字：主人楚北玄让我们等死。赵虎脸色阴沉，将屏幕面向我，狂妄。白狐，你带他们前去一趟运院高中，把姬商等人集结，我先过去会一会这楚北玄。我起身往外走去。星神集团集合，一群身穿超武铠甲的人类跟在一位长着9条狐狸尾巴的绝色妖媚女子身后。这番景象别提有多诡异。白狐姐姐，你跟主人是怎么认识的？赵虎有意无意的套话道：刚认识。你们呢？黑龙大哥怎么会看上你们这些弱不禁风的蝼蚁？听着他如此看不起人的话语，众人都眉头微皱。但当察觉离开地下拳击场后，附近的畸变生物看到白狐都纷纷的逃开，他们暗暗心惊的同时也不敢有所反驳。或许在这个狐妖和那个龙妖面前，他们弱小的的确与蝼蚁无异。另一边星神大厦地下避难所内，爸，我想了又想，觉得还是不能留下来。那个男人太强大了。楚北玄闻言眉头一皱，胡闹，老实的在这里待着。楚梦溪想了想，点头道：好吧。不过他并没有听他爸的话，走出书房后偷偷摸摸的离开了。他不想因为自己给家里的人带来灭顶之灾。直至进入电梯，楚梦溪一颗悬着的心才稍微安稳一些。当见外面的景象，他很庆幸自己做出的决定。只见一条长达20多米的3头巨蟒，此刻接连被我斩掉了3颗脑袋，滚烫的鲜血散满一地。他身后的双龙开始吞噬起来。主人，楚梦溪见状快步走出喊道。我抬头看去玩味道，还以为你不会来了。是这样的，昨晚回家时遇到的畸变生物太多，一路杀回来实在是太累了，一觉睡到现在。楚梦溪可不敢说他一直纠结了好几个小时，低声说道：主人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我冷笑道：自然是来杀你的，但你现在出现在这里倒是可以饶你一命，去喊你爸出来让他为他说过的话负责。主人什么情况？我爸他说什么了？楚梦溪一阵心惊，他让我等死，我倒想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能耐。我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在他面前逞口舌之快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主人请饶命，我爸他不知道您的手段，求主人网开一面。楚梦溪闻言大吃一惊，疼得跪下求道：我爸也是一位超武者，而且还不是普通的超武，定能成为主人的左膀右臂，只怕是你一厢情愿。以你父亲高高在上的姿态，怎可能屈尊？我冷冷地说道：如果他愿意追随于我，一切都好说；若是不愿意，只好请他去死了。我一定会说服他。请主人稍等。楚梦溪心情很沉重，起身快步回去。我没跟着他进去，而是目光看向云城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所在。可惜那头灾祸级的国宝熊猫必变之后还跟着他奶妈，不然可以尝试把他也招入麾下。在我这么想的时候，穆清雪在20多分钟前已经联系那头灾祸级熊猫的奶妈，即便还未来临时，穆清雪便要了其联系方式。如果他的避难所有一尊灾祸级熊猫坐镇，在后续一尊尊灾祸生物出世抢夺畸变果实时，就不用那么束手束脚了。张阿姨，我这边也是与国家合作的，你带着萌宝过来也是为国家效力。穆清雪正在和那头灾祸级熊猫的奶妈通话，既然穆老板都这么说了，我就带着萌宝和这里的100多位幸存者过去了。听穆清雪这么说，张丽也不好拒绝。好，我等你们。闻听张丽答应过来，穆清雪心中大松口气。张阿姨，这样你们先去一趟星神集团，那边也有幸存者要过来，有萌宝震慑如此安全一些。没问题，那我现在就组织这里的幸存者过去。好，有劳了。结束与张丽的通话，穆清雪看了一眼时间，还有1个小时不到就要天亮了。到时候云城9个不同的地方都将长出一棵畸变树，每一棵畸变树都有1、2千枚畸变果实，若是能占据一棵也算不错了。此时星神集团大厦外面，我等待了7、8分钟。这时大厦里面楚梦溪独自从里面走出，见他一人出来，我便猜到了个大概。主人，若您能饶我爸一命，我楚梦溪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楚梦溪望着我，精致洁白的面孔上满是坚定的说道：只此一次，他日若敢与我为敌，我会亲手拧下他脑袋。我淡淡看了楚梦溪一眼，记住你说的话，从今天开始你这条命属于我的了。谢主人。他已经不认我这个女儿了，我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么多了。楚梦溪低声说道。就在这时，远方的街道上忽然有车辆行驶的声音传来，片刻后2辆大巴车映入眼帘，前面那辆大巴车顶上坐着一位身穿黑色衣服，头上长着2个熊猫耳朵的少年。我望着车顶上长着熊猫耳朵的少年，对他的身份已是有了几分猜测。少年也在打量我，他从我的身上感受到了不小的压迫感。首先他是3阶初期，我3阶后期，其次我乃天花板中的灾祸级，他最多只能算是灾祸级中的佼佼者。这位大哥你好啊。萌宝这时笑着向我招手打招呼道。我并没有打算对萌宝动手，询问道：你怎么会来这里？我奶妈
说要来这里接一批幸存者，然后一起去一座避难所。萌宝单纯的很，一点都不隐瞒的道。我饶有兴趣的道：接人，星神集团的人吗？萌宝点头，是的。今后希望你别与我为敌，否则我会杀了你吞了。我告诫了萌宝一句，随后带着楚梦溪离开。萌宝目送着我离去。这时大巴车上走下一个很耐看的女子，她来到萌宝身边，好奇地问道：萌宝，那位白发血统男子和你是同类吗？是的，很可怕的一尊存在，我不是他的对手。萌宝严肃地点头。闻言，张力奇怪道：他既然与你是同类，为何身边还跟着一个人类？萌宝摇头，不知道，反正我不会与他为敌。既然他对我们没有敌意，也没必要和他为敌。张力点点头，随后掏出手机联系楚北玄，让他带人出来。隔壁的一座高楼上面，我在此目视着他们。主人，那萌宝是你的同类吗？楚梦溪硬着头皮低声地问道。你看我像是怪物吗？我淡淡瞥了他一眼，我与你一样也是人，而且与你还是同学。楚梦溪听得一阵蒙圈，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但也不好再多问。这时我口袋里的手机来了信息，掏出来一看，只见是赵虎发来。主人，大事不好，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诡异的畸变怪物，白狐姐姐无法力敌，都快要被打回原形了。我目光微微一凝，难道说这么快就出现诡变生物了？要说畸变末世中最可怕的生物，无疑是诡变生物，它们是人类畸变之后诞生的物种，嗜血凶残，最喜欢吞噬人类。我看到这条信息，向身边的楚梦溪说：你与你爸先前往穆清雪的避难所，给我打探一番里面的情况。这是我的 V， 让他添加之后，我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黑夜之中。另一边，赵虎、白狐、姬商等一行人，此刻还剩15位，相互背靠背在一起，都紧握着手中的武器，目光惊恐地盯着四周的黑暗。到底是什么怪物？就在此时，一位学生超武者瞬间被黑影抓走，消失在黑暗中。接着黑暗中传出凄惨叫声，赵虎浑身冰冷，黑龙大哥怎么还不来？在接下来的3、4分钟间，陆续又有4位超武者被黑影抓走，在场加上白狐来时23人，现在只剩12人，怎么办？怎么办了呀？我不想死，谁来救救我呀？已经有人崩溃的大哭出来，一屁股瘫软在地，甚至于连超武铠甲都无法再维持。赵虎等人这时候也很绝望，身体不受控制的颤动起来。也就在这危机时刻，远方的街道上响起了一道狂暴的龙鸣声。赵虎等人见状松了一口气，安全感爆棚。我望着黑暗中那双猩红色的眼睛，实在没想到这类诡变生物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黑龙大哥，你有把握对付他吗？姬商有些紧张，问出所有人心中最想知道的想法。倘若连他都对付不得，恐怕要全军覆没在这里。姬商，把你的武器给我，之前的太刀太拉胯，对付这样的诡变生物需要一把趁手的兵器。给。姬商二话不说，将手中的2把修罗战刃递给我，然后他又祭出一杆修罗长枪。他的修罗超武乃是圣阶超武，总共拥有3套武器：战刃、长枪、弓。也就在这个时候，太阳缓缓升起，众人都阳光下看到了那只狰狞无比、长着3只眼睛、满嘴锋利獠牙的怪物。他身材矮小，但看着却凶猛异常。看到这样一只怪物，众人都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因为他正在啃着一颗心脏，满嘴是血，目光森森。白狐，你带着众人先去这个方向，畸变果实对我们很重要，关乎着你们能否在短时间内把实力提升起来。我看了一眼那只怪物，取出手机定位一棵畸变树生长之地，让白狐带众人过去。赵虎看了一眼了，主人小心，我们在那边等你。说着，在白狐的带领下，众人奔跑着离去。诡变生物没有阻拦，目光一直盯着我，像是在看世间最美味的食物。下一刻，诡变生物原地消失，速度之快几乎是眨眼之间，左手的爪子撕裂向我胸膛，右手的刀锋横斩向我脖子。如此迅疾的攻势，哪怕是我昨晚斩杀的那只鼠王以及萌宝遇上，不死都得重伤。不过我却反应的极快，手中修罗战刃裹挟着黑龙之力，瞬间格挡住诡变生物的必杀一击。恐怖的力量把诡变生物震开出去数米远。紧接着我一声冷哼，不再隐藏实力，化作一条人形暴龙追击上去，随即一刀劈下，那诡变生物瞬间一分为2，不堪一击。随即我身后2条黑龙开始大快朵颐起来，每一口入腹都有一股强大的热流席卷我全身。在最后一口下咽下去的同时，顺利晋升4阶。也就在这时，我忽然感受到体内里噼里啪啦冒着一道又一道黑色的雷霆。与此同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眉心里面出现了一个神秘空间，空间内一片灰茫茫，苍穹之上黑色的雷海沉浮，雷海中央肉眼可见的孕育出一把黑色雷霆龙剑。这时我露出异色，当雷霆龙剑成型时，意念一动之间，缠绕着雷霆的龙剑便出现在我身前。那股霸道的毁灭气息让我嘴角不由得上扬。我也有本命武器了，恢复到普通状态，收回雷霆龙剑，几个闪烁间消失在此。另一边军方会议室内，一众高层看着中央的卫星投影大屏幕，不由得头皮发麻。这到底是什么术，能把3000多万的畸变生物汇聚到一起？一位肩上扛着一颗心的男子毛骨悚然的道：他是这里的副战将叶战国，穆清雪应该知道，我联系他问问。林战将微微皱眉，使用卫星联系穆清雪，片刻通话接通穆清雪的声音传出：林战将，你联系我是想问云城生长的9棵树都是什么树吧？那是畸变树，其上生长的果实无论是超武者还是畸变生物服用，前者能提升超武星级，后者能迅猛进化，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此外，我现在已经带着全体超武者赶往市中心那一棵畸变树，林战将，你能否对那棵畸变树附近来一次炮火轰炸？林正霄微笑道：自从看到那边10公里内全是畸变生物，我就有这个想法了，静候佳音吧。结束与穆清雪的通话，林战将马上下令1万发火箭弹覆盖市中心那棵畸变树附近。与此同时，市中心畸变树附近2公里的一座10几层大楼天台上，以我为首，白狐、赵虎、姬商与其余10位超武者正在这里遥遥观望，也就只有他们敢靠得这么近。若没有我与白狐在此，赵虎、姬商等超武者早就被无穷无尽的畸变生物撕碎。我们怎么去采摘？而且即使拿着蛇皮袋去采摘，也采不了多少。白狐望着至少有数千颗果实的畸变树，恨不得全部占为己有。我淡淡说道：能摘多少是多少。在畸变果实的诱惑之下，即使身为灾祸级天花板的我，这些畸变生物也不会退去，因为这些果实对他们的诱惑就像是一个赌徒遇见
白粉一样疯狂。我从未想过要独占这棵畸变树，如此之多的畸变生物，哪怕是一刀砍一只都砍不完。就在我话落之际，数道影子纵跳在各座楼房之上，越过所有的畸变生物，落在那棵畸变树下。畸变生物见状，纷纷的朝那4道身影咆哮，但却没有畸变生物敢冲上去，只是那几道身影一个眼神而已，四周的畸变生物便呜咽着退后。那是我们之前遇到的诡变生物，居然有4只。白狐见状倒吸一口冷气，与他们之前遇到的那只，除却肤色不同，几乎是一模一样。在前期人类的超武者面对诡变生物，哪怕是圣级超武者都只有被屠杀的份，可我却无惧，甚至隐隐有些兴奋。吞噬诡变生物比吞噬灾祸级生物更为大补。说着，招呼白狐纵跳在各座楼房之间过去，落在那棵参天的畸变树下。那诡变生物见状，立刻怪叫一声，朝着我扑杀过来。找死！我阴冷一笑，雷霆龙剑掌中出现的刹那，浑身狂暴，充满毁灭气息的黑色雷霆爆闪，随着手中龙剑猛斩而出，一道长达数丈、暴虐至极的雷霆剑芒横空斩去。刚接触到黑色诡变生物，便将他电得里焦外嫩，接着从他的身体横斩而过，瞬间被拦腰斩断，黑色的鲜血散满一地。瞬杀斩杀这只黑色诡变生物，我周身闪烁的黑色雷霆并没有收敛，反而是愈发的狂暴，逐渐的在周身化作9颗毁灭气息惊人的雷霆星辰，将我衬托的宛若一尊灭世的雷霆帝皇。余下3只诡变生物瞧着不远处的我，目中都露出忌惮之色，下意识的后退几步。我却暂时不管他们，控制背后的双龙上去，一口一口的吞掉刚斩杀的黑色诡变生物，吞吃到2/3。我向身后满脸崇拜看着自己的白狐道：“剩下的你来吃。”谢黑龙大哥。白狐闻言微微一愣的同时大喜过望，幻化出本体分身上去吞吃黑色诡变生物剩下的血液。四面八方汇聚的畸变生物瞧着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与敬畏，但都没有因为害怕而退去，因为畸变果实对于他们的吸引太大，一旦果实成熟，他们可不管你是否有血脉压制，畸变果实的吸引力已经压制过了他们的理智。是他，是他！云城避难所中央会议大厅，战将林正霄望着投影屏幕内的我，目露无边杀意，立即联系轰炸部，给我上3万发火箭弹，直接覆盖了市中心，连带那棵畸变果树一并轰炸。我要那畜生给我孙子陪葬！是，3分钟内开始发射。轰炸部部长回应道：“战将，上都地渊集团传来消息，问我们是否需要支援。”就在这时，信息部部长快步而入回报道：“什么支援能支援过来？”林正霄迟疑道：“鼓舞者。”信息部长缓缓吐出3个字：“什么？鼓舞者真的存在？”林正霄闻言露出吃惊之色，随后面露大喜：“我们需要支援，立刻回信息。”是。信息部长应声离去。就在这时，军事基地深处的火箭炮发射场地，一轮又一轮的火箭炮穿空而去，每一轮300发火箭炮，景象壮观至极。目标全是云城市中心，距离市中心5-6公里外一座高楼天台上面，这里聚焦着100多位身穿超武铠甲的超武者，为首者是一位身穿青鸾铠甲的穆清雪，他的身边分别站着蒙宝与饕餮铠甲的楚北玄、朱雀铠甲的朱红玉、冰雪铠甲的楚梦溪。楚北玄一直在盯着他女儿，因为他很怀疑自己这个女儿是那个龙妖派来当卧底的，因此他一直留意着女儿会不会取出手机报信军部即将轰杀市中心的消息。楚梦溪瞧着父亲一直留意着自己，心中苦涩一笑，看来连亲生父亲都不相信我了，但我也是为了家人好啊。那个男人的恐怖不是你们能够想象的，他想报信但实在是没有机会。这时穆清雪的手机传来林战将的通话申请，穆清雪接听道：“林战将，事情办得如何？3分钟后火箭弹就将抵达目的地，你们应该不在轰炸范围内吧？我们在5-6公里外，不存在危险。很好，但我改变主意了，那个龙妖目前就在畸变树下，我们将连同畸变树一并轰炸。”什么？穆清雪闻言有些不悦，这棵畸变树距离我们最近，我们只能赶得上来这里摘取，你要轰炸？随着他话落，天边阵阵嗡鸣之音传来，抬头看去，让人头皮发麻。只见一波又一波杀伤力巨大的火箭弹覆盖整片天空，从他们头顶上席卷而过。穆老板，今日的畸变树没了，明天、后天以后的都还有，而那头妖龙不是随时能杀的。林战将语重心长的声音传出。好，你说的也不错。穆清雪有些可惜的摇摇头，所幸的是超武者还可吸收阳光修炼。妖龙，你们要杀黑龙大哥？蒙宝听着他们的对话，微微的皱眉说道：“怎么，有问题吗？”楚北玄看向蒙宝，我不会与他为敌，你们想杀他不要带上我。蒙宝很直接的说道。此刻身在畸变树下的我抬头看去，只见恐怖的火箭弹一波又一波的覆盖而来，这是什么？不知道人类科技的白狐望着那漫天的飞行物，一时有些迟疑。该死，帝国军队要轰炸这里！身在2公里外的赵虎、姬商等人见状，都一阵头皮发麻，拔腿就要跑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身的超武铠甲能否抵挡住这等火箭弹的轰炸。在场的无数畸变生物听到声音，都不明所以然的抬头看着。黑龙大哥，这些飞行物给我的感觉很危险。身为血种级顶尖的白狐，此刻只觉一阵心悸。正当我想让他离开时，当火箭弹接近到畸变树3公里外，纷纷的熄火，从天空中掉落下来，别说爆炸，就连火花都没能闪烁出来。怎么回事？军部会议大厅，林正霄望着所有坠空掉落的火箭弹，整个人都愣在原地。其余的高级军官见此一幕，也都愣愣的不知何故。这可能是那棵畸变树磁场缘故导致火箭弹失灵。片刻后，军会部部长这般勉强的猜测道。众人闻言都点头认同，也只有这样才说得过去。现在怎么办？众军官都看向林正霄，这头畜生运气还真好。林正霄脸色阴沉，看来想杀他，还是得鼓舞者出手。就在这时，震天的嘶吼声传出，只见畸变树上的几千颗畸变果实在此刻完全的成熟，散发出一种非常诡异的飘香。在这样的果香飘
飘扬之下，聚集在此的无数畸变生物都疯狂了，如洪水一般的席卷向畸变树。在场的3只诡变生物目露兴奋之光，快速的攀爬上树。天空上盘旋的飞行畸变生物也都一股脑的席卷过去。白狐见状画出本体，也以最快的速度攀爬上畸变果树。我也画出最强的龙人状态，周身雷霆星辰环绕，手持雷霆龙剑，嗖一声变成一道黑色的光芒，越过那3位诡变生物上树。短短的几个呼吸之间，庞大的畸变果树上便爬满了各种各样的畸变生物。漫天的飞行生物占尽了优势，有些一口咬住2、3颗飞走，有些贪心的吞下一颗又一颗，然后爆体而亡。我一阵着急大吼一声，背后双龙也跟着咆哮，震慑的不少畸变生物掉落下去。随即催动眉心石海中的空间，顿时附近10多颗畸变果实全部消失在眉心中。与此同时，背后的双龙也分别的吞下一颗。短短的几十秒，树上的几千颗畸变果便少了1/3。我周身龙威浩荡，疯狂的屠杀着周边的畸变生物，来到附近的10多颗畸变果实近前，意念移动间收入眉心空间。我的天啊！远处正在观看的赵虎等人看着全是畸变生物的那棵参天巨树，都觉一阵头皮发麻。这样的场面，他们若参与进去，根本坚持不住几秒，便会被无尽的怪物撕碎。就在这时，萌宝出现了，在畸变树上吞下2枚，摘下2枚便远去，丝毫不贪心，因为他感觉到有一只金色诡变生物盯上自己了。好可怕的场面，根本不是我们能去摘取的。穆清雪这边，他们也靠近到2、3里外了。朱红玉一阵惊悚，看得头皮发麻，尤其是看到我的强悍，难怪萌宝不敢与他为敌，原来强得如此变态。楚北玄看得一阵心惊，深深地看了女儿一眼。楚梦溪却没有说话，我的强悍也震撼到了他，无比庆幸当时所做的决定，否则他们一家人可能已经死了。滚！巨大的畸变树上，我一声咆哮，喝退一位金色诡变生物，采摘走这里的7枚畸变果实，你找死！金色诡变生物恼羞成怒，发出一道尖锐大吼，暴虐绝伦的挥舞着刀锋与爪子扑杀过去。我目光一冷，2颗雷霆星辰在此刻幻化成2根雷霆之矛绞杀过去，恐怖的雷霆之力爆发，金色诡变生物被电得浑身战栗，然后双肩被贯穿，目中露出恐惧之色，心胆皆寒的转身跑路。我没有去追，因为畸变果实的效果大于吞噬它。当我在收取了5枚之后，短短的2分钟不到，几千枚畸变果实便已经被清空。当所有的畸变果实被采摘走，整棵畸变巨树都在快速的往地底下收缩。白狐走！我招呼着白狐，以最快的速度下树。在我的狂暴气场震慑之下，没有畸变生物敢拦路。白狐迅速的跟上，他总共吞了3枚畸变果实，庞大的能量都在体内被他压制了，需要找个安全的环境消化。他到底是人还是那条黑龙？穆清雪望着远去的我与白狐，目露迟疑之色，然后看向楚梦溪道：“听说你与他接触过，可知他的身份？”他说他是人类，而且对穆阿姨你的避难所也动了心思。若是阿姨能主动奉献出来，就不用与他为敌了。听着楚梦溪之言，穆清雪陷入沉默。朱红玉此时却道：“梦溪妹子，你可知道昨晚他杀了我们人类不少的超武者？那也只是那些超武者把他当作是怪物主动出手的而已。”楚梦溪淡淡的说道：“对人家出手被反杀有什么好说的？”这番话对的朱红玉无言以对。我会守护人类，但不会与黑龙大哥为敌。这时萌宝表明立场，他正在吃着一颗畸变果实，看得众人都羡慕。如果他是人类的敌人呢？穆清雪看着萌宝道：“他也是人类，怎么会是人类的敌人？”萌宝露出一丝冷笑：“我是只会守护人类，但绝对不会成为人类之中那些掌权者的傀儡。如果黑龙大哥会杀普通人，即使不敌我也会阻拦。”这些话对的穆清雪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开口。他杀了林战将的孙子，林战将不会放过他的。朱红玉这般说道：“那是他的事，与你们有什么关系？我是不可能参与你们人类中的勾心斗角。若你们人类让我失望，我会毫不犹豫的去投靠黑龙大哥。”穆清雪沉默了片刻，看来有必要找他谈谈了。说着看向楚梦溪问：“你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吧？”“有，我可以给你。”“好，我们先回避难所，你们都抓紧吸收阳光修炼。”另一边，我带着白狐他们来到青云高中内暂时住下，当做第2个落脚点。查着总共采摘到了139枚，我的嘴角露出笑意。我拿出手机看到楚梦溪发来了几条信息，还有一条申请添加好友的信息。我看了一眼通过穆清雪的好友申请，然后并没有与其聊天，而是推门来到2楼会议室。在场者有赵虎等8位超武者，超武级别划分：普通、精英、史诗、王阶、皇阶、圣阶，分别对应畸变生物：普通、祸种、真种、异种、邪种、灾祸。前期畸变生物进化得更快。老大！众人见状纷纷的起身喊道：“这是我统一让他们这么称呼的。”白狐去消耗体内吞下的3枚畸变果实了，其蕴含的能量实在太大，超武者不需要消化可以直接吸收，但是畸变生物不行。我当时也吞了6、7颗，至于为什么能够直接吸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目前是4阶中期，感觉至少得再吞10几颗才能到后期。后期随着阶级越高，所需的数量恐怕都是翻几倍甚至10倍的。我在手座上入座，物资、幸存者数量都统计好了吗？都统计完毕了。赵虎拿起桌上的本子，看着说道：“超武者算上我们在场的诸位，总共有23位。衣物之类的物资786件，可以吃的物资能提供我们这里所有人1日3餐3个月左右。”说着，赵虎将手中的本子放到我身前。我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本子，诸位可都是真心实意跟着我，绝无二心。众人闻言重重点头。之前可能还有些不服，但今早亲眼看到他的强大之后，众人都打心底的服从了。既然如此，畸变果实也就可以给你们服用了。说着，意念一动间，便从眉心里面飞出31颗畸变果实，落到会议桌上。瞧着众人火热的目光，我淡淡说道：“你们8人每人2颗，其余的15位超武者每人1颗。你们不仅能够服用畸变果实提升超武星级，还可吸收太阳的光芒。这一整天都去好好修炼。”谢老大。闻听他们能得到2颗，众人都大喜过望的起立鞠躬致谢，轮流安排几位超武者巡逻，别让外面的畸变生物摸进来了。赵虎重重点头道：“老大请放心，我们绝不会让一只畸变生物摸进来。”而我则是回房间休息了。战斗这么多次，我的身体也有些吃不消。可刚躺下，我就看到了穆清雪发来的消息：“你好在吗？有些事情想与你商量。”我打字回：“
你是穆清雪。消息刚回复过去，后者几乎是秒回。是的，不知你怎么称呼。梦说你也是人类，就叫我黑龙吧。我对你的避难所很感兴趣，我直接开门见山。过段时间我会打下他的，请做好准备了。黑龙先生，既然我们都是人类，你们尽可以搬过来。我玩味道，我若是搬过去，谁来做主？自然是我。穆清雪很肯定的语音说道。那就没得谈了，以你们的能耐守不住那座避难所。穆清雪直白的道。我知道很难守住，因为云城还有2只非常厉害的灾祸级生物，所以我才想拉拢你。凭你还想支配我？可笑，在这个末世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我的话很不客气，黑龙先生如此高傲，看来我们是谈不拢了。但你可知道人类当中还有古武者的存在？你杀了林战将的孙子，他不会放过你的。说实话，穆清雪这次联系我只不过是一次试探，即使我很好说话的答应加入他们避难所，穆清雪也会再三衡量，因为这个男人太强大了，若是让他进来，将没有人能挡得住他。我无意与人类为敌，但如果他们敢对我动手，我会杀光云城避难所所有的高层。我的话充满了戾气。既然如此，黑龙先生好自为之，我等你来攻打。避难所中央别墅大厅内，穆清雪成熟妩媚的面孔上有些阴沉。回完这条信息，他想定位我所在，却发现对方已经删除了。小兰去把楚梦溪喊来。是。守在大门外的一位女子闻言，立即快步离开。黑龙是吗？别让我定位到你的位置，否则让林正霄知道你就倒霉了。穆清雪露出一抹冷笑。几分钟后，小兰自己一个人回来，楚梦溪跑了。她对那个畜生一样的男人还真是忠心，连父母妹妹都能丢下。穆清雪面色阴沉，起身离开去找萌宝。她要去拉拢云城余下2尊顶尖灾祸级之一的铁背大猩猩，只有这样才能抗衡黑龙。另一边停机场上，一男一女从飞机上走了下来，男的是个穿着僧袍的和尚，女的是一位身穿道服的道士。欢迎少僧与灵犀道姑来到我云城避难所，宴席已经准备好，2位请。林正霄见状，笑着带人上去迎接。灵犀道姑环顾了一眼四周，目光才落到林正霄身上，问：你们招揽多少超武者了？林正霄在前领路道：幸存者我们救了80万左右，超武者招揽了750位，目前都在避难所中修炼，准备发布一则新闻，成立超武者联盟吧。不加入者便是反人类，必须清除。灵犀道姑雷厉风行地说。林正霄堆笑道：是，新闻内容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待发布了。这2位可都是先天武者，武者之间的级别他听说过，分别为后天、先天、宗师、大宗师。先天武者可真气外放，更可短暂的御空，强横无比。宴席上这2位古武者居然都只是青菜淡饭，酒肉一口都不碰。林正霄找准时机道：我们云城诞生了一头妖龙，昨晚击杀了许多我们人类超武者，实力非常的强，若放任不管，恐成后患。什么样的妖龙？俊美和尚好奇地问道。少僧请看。林正霄取出手机播放之前畸变术争夺时的视频，视频中的我是最强状态，浑身龙鳞覆盖，口中长着龙牙，头上顶着龙角，俨然是一尊妖龙模样。俊美和尚看了半分钟，点头道：很强，不过还在我们能对付的范围内。灵犀道姑拿过手机看了几眼，此妖龙威胁太大，必须趁早除掉。可知他目前在什么地方？林正霄摇头，只能等他下次出现了。另一边，上都帝国避难所，帝渊集团本是乾隆帝国最高机密的组织，管理着乾隆帝国所有的超武者，总裁乃是一位大宗师级别的古武者。帝渊集团楼指挥大厅内，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相貌英俊不凡的男子正在看着身前不远的卫星投影屏幕。他大宗师的磁场让座避难所外方圆几里内的畸变生物都不敢靠近。今早畸变果树出世时，这位存在率领300古武者，直接拿下了一棵畸变树，实力之强横无与伦比。真没想到，穆清雪真是一位重生者。末世如期到来，忙碌了一整个晚上，我们京都也只救出了100万不到的幸存者。一位老者此时龙行虎步的从外面走入，上都的超武者召集的如何？那些果实样本研究出来可以服用吗？楚渊缓缓转身在总裁椅上坐下，看向进来的老者询问道：楚总，目前我们已经召集上都4836位超武者，那些神秘果实的研究样本也出来了，其内蕴含着一种高等神性物质，我们古武者也可服用。说到那些神秘果实，老者脸上露出几许兴奋道：星兰大陆的灵气几乎干涸，灵石也没有几颗了，这些果实当真是救我们的命啊！楚渊听得此言，目中露出一抹精芒，可有让古武者尝试服用，效果如何？效果堪比灵石，这个末世对我们来说不算太糟糕。老者黑笑道：虽然我们都不是超武者，但却丝毫不比他们弱。好，我晋升大宗师已经有6年了，因灵气稀薄，灵石也没几颗，整整6年都未曾前进一步。命人送1000枚那样的果实到我的住所。楚渊眸内闪过一抹兴奋，属下已经命人送了1000枚到楚总您的居所。刚得到消息，云城那边出了一头妖龙，成长速度非常惊人。穆清雪请求务必击杀那条妖龙，否则后患无穷。这位老者名陆湍，是一位宗师巅峰。楚渊给自己点燃根烟道：现阶段应该没有畸变怪物是先天武者的对手了。陆湍点头道：暂时不见有那样的怪物，昨晚到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强生物也就后天巅峰这个层次，那是一种非常邪恶的生物，那派几位先天过去解决了便好，这里的事情交给你来处理了。楚渊起身离开，迫不及待的想尝试一下畸变果实的效果。另一边，云城避难所以帝渊集团的名义发布了一条新闻，帝国将成立一个超武者联盟，但凡觉醒了超武铠甲者，必须到超武联盟登记记录身份，随时听候帝渊集团的调遣，不听帝渊集团号召者，皆以反叛者清除。公告新闻下还配有一条10分钟的视频，视频内是楚总一人一剑，率领300古武者争夺一棵畸变果树的画面。他踏空而行，剑招出神入化，每一剑落下，大片大片畸变生物被他收割，一人一剑挡着一波又一波畸变生物的冲击，其余300古武者则在以最快的速度采摘果实。这条云城新闻与视频一出，震慑着云城所有的超武者，而普通人看到则是振奋无比。人类之中有这样的强者，如定海神针一般，多少能给人带来一些希望与安全感。听从这样一位存在调遣，我是心服口服。走起！绝大部分超武者看到此新闻公告都没有什么怨言，第一时间赶往帝国军队避难所。云城某动物园，人类你来本皇这里
作甚。灾祸即营被大猩猩化作的魁梧光头壮汉，已经把这座动物园所有畸变的动物统治，其中有一尊血种级的狮子与一尊孔雀。大厅内，银背光头高高端坐在他所谓的王座上，旁边站着狮王与孔雀王。穆清雪微笑道：“你好，银背星皇，我有一座避难所，想请你过去坐镇。那边的环境比这里好多了，不知你有没有这个想法？”萌宝有些不满地站在他身后。好处是什么？银背星皇没有拒绝。天地还未畸变之前，他的智商便非常的高，知道是人类一直养着自己，因此他对人类并没有什么仇视。换做野生的，早就上去撕碎了他。你想要什么好处？见银背星皇没有拒绝，穆清雪试探着问道：“比如畸变果实。”银背星皇露出一抹粗狂的笑容：“今后我们若能摘取到畸变果实，你肯定能获得多一些，我们会按照功劳分配。”穆清雪微笑道：“此外，地渊集团的楚总不会放过与人类为敌的畸变生物。”穆清雪把那条10分钟的视频弄给银背星皇观看。好强！银背星皇看了一会，露出深深的忌惮之色。与人类合作，绝对比你待在这里强。穆清雪严肃地说道：“想必你已经有所察觉，黑暗中有更恐怖的生物窥视，有一座安全的避难所作为生存之地，你们也不怕被那些诡变生物猎杀？我也不妨直说，后续将会有更多这种生物出现。”银背星皇点头认同道：“昨晚我出去捕猎时，确实感受到暗中有强大邪恶的生物窥视罢了。狮王、孔雀王，你去把有潜力的兄弟召集上，我们随他们前往避难所。”另一边，青云高中大门外面，一只浑身冒着黑色闪电、气息萎靡至极的金色诡变生物出现在这里。仔细看的话，它的双肩上还有被贯穿的伤口，流淌着金色的血液。黑龙大人，我来投靠你了，求您收了您的闪电吧。这只金色诡变生物疼得跪倒在地，尖锐沙哑的声音传遍整座学校。早上自从被我击伤之后，不仅伤口无法愈合，而且体内肆虐的狂暴雷霆也一直都在摧毁着他的生机，无论吞噬多少生灵都不管用。不想死的他只能找到这里来求救。赵虎击伤，白狐闻声而来，当见是一只诡变生物，三人都大吃一惊。可发现他受伤严重，气息萎靡后又大松口气。你找我们老大？白狐上前问道。现在的他3阶巅峰，再给他2-3枚果实，稳稳的能晋升4阶。赵虎击伤2位，服用了2颗畸变果实与吸收了1天的阳光。黄阶超5的赵虎是3阶初期，圣阶超5的击伤是3阶后期。是的，我鬼赖愿意为黑龙大人效力，只求他收了我体内的雷霆。再这样下去我会死。他的声音嘶哑尖锐，充满了邪恶。先进来等等吧，老大还在睡觉。白狐心中惊喜，若能得到一只诡变生物效力，将又是他们一大助力。就在这时，远处快速而来2位超武者，前面那位穿着一套夜鼬铠甲，后面那位穿着一套白虎铠甲。从凹凸的体态来看，都是女人。你们是谁？他们停在校门口外，先是看了一眼跪地的鬼赖，然后又如临大敌的看向白虎等人。姬商喝道：“你又是谁？”夜叉铠甲女人散去铠甲的头盔道：“我是这里的校长啊，校长是你啊！”身为这里学生的姬商一眼便认出这个女人。白静一看着姬商道：“怎么回事？学校里可还有幸存者？我是来带他们前往帝国军队避难所的。去，我们进来再说吧。”姬商道：“好。”白静怡带着女儿进入学校，鬼赖见状跟在后面。校长楼2层会议室。什么？你们老大住在我房间里？当白静怡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成熟妩媚的面孔上闪过一丝红晕。天杀的，他那棒棒可就放在抽屉里。姬商得知他的目的后摇头道：“校长，如果老大不去帝国避难所，我们也不会去的。你还是去问问有没有幸存者愿意跟你走吧。”白静怡闻言皱眉道：“你们也是超武者，若是不去登记注册，将被视为反叛者。帝国的强大，想必你们也看到了。无所谓，只要能跟着老大。”姬商很坚定地说道：“我想见见你们老大。”姬商点头，可以，但老大还没起床，再等等吧。这时的我其实已经醒来了，靠在床上吞吃一枚又一枚畸变果实，在晋升5阶后还剩13颗，我不打算再吃了。即使把余下的吃完，也不能让它提升到5阶中期。可惜了，畸变果实还是太少了。我摇了摇头，拿起床头边的手机，就看到一条新闻：乾隆帝国楚渊大宗师级别果然厉害。看到这条视频，我并没感到震惊，因为前世他就知道有这么一位楚渊，人类中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但我并不惧，给一些时间吞噬进化，超越对方是迟早的事情。因为据我所知，前世的楚总面对上黑龙都不太是对手。新的一天夜晚来临，我起床洗漱，准备出去猎杀畸变生物吞噬。等吞噬进化到7阶，便去攻打下穆清雪的避难所。至于占据之后会不会被帝国轰炸，我不相信他们会不顾几千幸存者生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云城便不需要帝国了，我将取而代之。洗漱完来到2楼会议大厅，老大等候在此的白虎、姬商、赵虎起身喊道：“白静怡和他女儿苏浅。”目光也都同时落到我身上打量着，从这个男人身上让他们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这对母女现在都是2阶后期黄级超武，在云城避难所是一个超武者队伍的队长，绝大部分黄级超武者吸收1天的阳光都能晋升2阶。黑龙大人，求您救救我！从今往后，我鬼赖这条命便是您的了。旁边气息萎靡的鬼赖一个滑铲跪在我面前，苦苦的求饶道：“似你这样的诡变生物，很难压制得住吞吃人类的念头，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我望着身前跪着的鬼赖，默然说道：“我一定会尽所能的压制，求黑龙大人相信我这一次。”鬼赖砰砰的磕头：“我可以把你体内的雷霆压制住，但凡你无法控制猎杀吞人类的念头，他们就会爆发提醒你。”我一手按在鬼赖狰狞的脑袋上，掌心中毁灭气息激荡的雷霆闪烁，片刻后肆虐在鬼赖体内的雷霆，在他脑子里变成一颗雷球。吃了这2枚果实，能让你彻底恢复伤势。我随手往地下丢去2枚畸变果实。谢主人。鬼赖大喜，抓起果实便往嘴里吞。也就在这时，我目光落到白静怡与她女儿苏倩身上。苏倩我认得，同班同学，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苏倩目光上下的打量着我，很是惊讶的道：“顾同学，没想到是你。小倩，这位是你的同学。”白静怡见状迟疑道：“是的，妈妈。你好，顾同学，我是苏倩的妈妈，这所高中的校长。这次前来是想带你们前往帝国避难所，留在这里太危险了。”我淡淡一笑道：“我杀了林战将的孙子，你认为他会让我进去吗？”此言一出，白静怡顿时无语。你去问问这里的幸存者，谁愿意与你离开就让他们走吧，留下来的我也会尽可能的保护。
说到这里，我露出一抹别样的笑意。当然，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我也会收留你们。若非他们是黄阶超物，我根本不会开口这么说。校长留下来吧，以老大的实力，每天都能摘取到不少的畸变果实，而你们在帝国那边却不一定能得到畸变果实。姬商一边劝一边诱惑道：“服用1枚畸变果实，相当于吸收6、7个小时阳光。随着老大与我们的实力越来越强，以后我们每人每天至少能服用好几枚刚才那样的果实吗？”白静怡闻言有些心动的道：“帝国那边超武者实在太多，黄阶也不少，即使能从无数畸变生物中采摘到畸变果实，怕是也没有他们的份。能不能给我尝试一颗？”白静怡看着我这般低声说道：“若真有那等功效，我愿意留下来。在这个末世，强大才是王道。”我没有说话，从眉心空间取出2枚放到白静怡与苏茜身前。谢谢。母女俩见状道了一声谢，才拿起红彤彤的果实放到口中咬下一口，入口瞬间在体内化作一股暖流之后，这股能量便全部汇聚到掌心中的超纹。当一整颗吃完，掌心中的超纹亮起一道光芒，居然直接从2星超武后期晋升到3星。看着他们满脸喜色，我淡淡说道：“以后谁想获得畸变果实，需要以贡献来换。晚上出去收集物资，白天抢夺完畸变果实后安稳的修炼。主人，我先离开了，回来时一定带够你们人类吃的东西。”伤势已经恢复了的鬼赖这时低声的说道：“明天早上若见不到你回来，我会催动你脑海中的雷球抹杀了你。”我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道：“不敢，先走了。”鬼赖说罢，从窗户中飞身出去。顾同学，我们和小倩也留下。白静怡无法顶住畸变果实的诱惑，我微微颔首，如此甚好。楚梦溪呢？怎么不见她？我看了一圈，发现没看到此女。按理来讲，她早该回来了才对，而且也没有给她信息。赵虎摇头道：“没见她回来，该不会是见识到人类中有古物者后跑路了吧？”妖龙出来受死！也就在这时，学校外猛地传来一道女人的大喝：“该死啊！他真的出卖我们了！混蛋，该将他千刀万剐了！”姬商和赵虎闻声都怒不可遏。知晓内幕的苏茜低声说道：“老大，云城避难所今日来了2位先天古武者，应该是他们来了。胆敢背叛，我会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家人死在他的面前。”我目露阴冷之色，起身快步向外面走去。众人见状，皆怒气冲冲地跟在后面。校门外并没有多少人，只有一位俊美和尚与一位身穿道袍的女道长。俊美和尚笑道：“听那女施主说，她是人类，你这么称呼是不对的。”女道长冷哼道：“人会是那个样子，这种异类必须清除。2位好大的口气，真当能杀我？我看你们是送死来了。”这时我带着白虎等人走出，果然狂妄，虐杀人类超武者，光是这一罪，无论你是不是人，今日都必死无疑。女道长呛的一声，拔出手中3尺清风，冷冷地指着我：“阿弥陀佛，施主回头是岸。”俊美和尚道了一声佛号：“若你束手就擒，小僧保证你不会有性命之忧。”